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建哥。那海盗船呢给我塞了一堆的东西，什么机箱、电源都是白的，还带了一堆的 RGB 风扇连它那个电源都给我带了个 RGB 风扇。那其实众所周知呢，海盗船的机箱它是以软件和设计为主，做工呢就一般般了。它的 RGB 能自成一体，我觉得算是可玩性最高的了。那这次我们就整个 KTV 风格的这都装了一辈子机了，就不能享受享受吗？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那这灯看呢还挺花里胡哨的。那简单的介绍一下配置。机箱是海盗船的4000D RGB， 那纯白的机箱前面搭配了3个海盗船的 RGB 风扇，是支持 PWM 调速的，那是可以直接在前面装个350水冷的。海盗船的风扇型号，哎呦太乱了，那我也没在意这到底是啥型号，反正海盗船给我塞了个 LL10的 RGB 风扇3连包，799块，那都快赶上一个机箱的价格了。那这个机箱大概900块钱，这么一算，是不是感觉买风扇送机箱？那毕竟按照海盗船那个以前那种定价，像这种自带3个 RGB 风扇的，基本都要1000多块钱。白色机箱的话，还是能兼容350水冷，还是大厂出的。除了这个机箱以外，也就是恩捷的 H710和酷冷的 TD500 Mesh 的，价格呢其实都不是特别便宜。海盗船的机箱设计还是不错的，就比如说呢这个理线槽设计。顶部的磁吸防尘网这里一个小细节，很方便去拿。另外，磁吸条的话也避开了这个螺丝的固定处，但是呢，钢板的厚度不是特别厚。大几百的机箱呢，这个钢板厚度确实有点说不过去。电源是海盗船的 CX750F RGB， 是一个白色的电源它的模组线都是白色的，不过不是那种编织线就是海盗船原来那种又粗又黑的那种线，那整成了白色的。然后风扇也整成了那种 RGB 的那种能接海盗船的那个 IQ。那这个电源呢，整个 RGB 风扇其实正常装的话，如果你风扇朝下的话也是看不到的，朝上装的话有点太落灰了，其实感觉有点鸡肋。那个水冷的话是海盗船的 H100i RGB Pro XT， 就是我们日常用的那个 H150i RGB Pro XT 的240版本。CPU 是 i5-10600KF 6核心12线程，那其实就是 i7-8700K 的马甲。它关键价格便宜也就1500块钱不到。搭配的主板也是比较便宜的，微信的 Z490 Gaming Plus。毕竟 CPU 就1000多块钱，你去整个2000多的主板的话就太傲逼了。我看华硕、技嘉其实都有所谓的白色主机的 Z490 主板，那个也就是个散热马甲搞个白色的，它 PCB 其实还是黑色的，而且价格都要2000加了，比 CPU 还贵了，太傲逼了，没必要了。主板的颜色其实我觉得你们太在意这个主板的颜色搭配。因为其实你放在机箱里面的话，那主板的话真的不是特别明显。那显卡的话，最好还是要搭配一下后面新出的这个3070显卡，其实非常划算的。不过3070的NV 又推迟了，感觉很有可能要变成耍猴卡了。另外，白色的显卡的话其实很不好找，我这里就随便找了张技嘉的2060 Super White Game UC。其实技嘉也有白色的3080，就一句话。你不加3-4千，你能买得到吗？那装好了，那其实配置呢也真的没啥好说的。海盗船的产品本身就是以 RGB 为主，那它是可以和海盗船自家的内存、外设之类的产品去搭配的 IQ 软件，玩出非常多的花样。那我们传统那种5伏的 ARGB 你会发现很难去玩什么东西，因为它的软件太难控制了。反而你用默认的那个流光比较好看。就比如说像知奇、皇家旗这种颜值很高的内存嘛。其实你搭配主板的 RGB 软件以后嘛，反而觉得丑。那特别是 ROG 那套神光同步一开以后嘛，它只能单色亮了，它就没法流光了，太丑了。海盗船的这个灯光这里呢，确实能玩的花样很多，有非常多的预设，甚至你可以自行去编程设定每个灯柱的颜色。那这里我们就以这个音乐效果为例，感受一下。I'm savior. No matter 유혹하는 중 심장의 매력 발산 중
非常抱歉，便是并给人有一些原因导致发现战不翻。不过这里还是不得不吐槽一下海盗船这个水冷的这个 RGB 啊，真的是有点不搭，就一条窄窄的灯带不是特别好看，而且它居然还不支持音乐效果。那不知道大家对海盗船这种类型的 RGB 里面喜不喜欢啊？说实话，确实不便宜，比你一套都要上海盗船的。但是它有自己的特色，也确实吸引了一部分玩家。而且海盗船的产品的定价，其实你相比 ROG 来说嘛，好像也不是那么贵了。反正我是觉得，哎，这个机箱它价格不到太阳神那个白色的一半，而且可玩性还高好多。我看到好多妹子啊，去整一个那个太阳神那么大的机箱，你不觉得占地方吗？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呢，不知道你会不会购买这个海盗船一套的这个机电产品呢？有管观众别忘了点一个小铃铛和点一个赞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，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玩客 CLK。那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，就比如说海盗船这一套的话，也可以来我们的淘宝店铺潮玩国度数码，或者淘宝所有商品潮玩客。这里是潮玩客，我是剑哥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